无量空处对于咒灵效果更弱，宕机的苏诺要怎么召唤魔须罗？大家好，我是吴克光。本周独眼猫又在休刊之前给所有读者展开了一次无量空处，让大批网友等待下一话的同时，也在各个板块吵到几乎要翻天。今天我们还是先从本话中最有争议的部分聊起。本话中的五条悟以不到 0.01 秒的微弱优势，让苏诺成功受到无量空处的影响，并最终在两人展开领域后的2分40秒时，让苏诺的神龛直接崩塌。这之后，没有东西可用来抵御必中效果的苏诺，也完全暴露在无量空处的效果之下。因为最后一幕魔须罗的出现，导致大家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第一个争议点就是苏诺到底有没有中无量空处？大家会在这里产生分歧也很正常，毕竟按照原来的设定，中了无量空处以后，大脑就会直接宕机，更是无法展开任何行动，只能在大量的信息中缓慢的等待死亡。但偏偏魔须罗就在这个节点出现了，导致很多读者认为苏诺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假装中招，便于释放接下来的后手。既然单看这一话很难得出结论，我们不妨从过往的章节中找线索。五条悟第一次展开无量空处是在15话面对漏壶时，对比领域展开前后的漏壶，我们可以发现独眼猫在这里是用瞳孔空心的变化来代表被无量空处命中后大脑宕机的状态。然后先别急，就回到229话，我们再来看看五条悟的第二次领域展开。89话面对无数改造人和3大咒灵的他，选择展开 0.2 秒的无量空处来应对。非常有意思的是，真人、漏壶、账上的瞳孔在这一话里反而被上了一点底色，来代表大脑宕机后的呆滞状态。而在被无量空处命中之前，他们的眼部描绘是这样的。虽然独眼猫并没有使用完全一致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细节，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被无量空处命中前后的眼神变化情况。回到229话这里，对比苏诺眼神的2个特写，能够发现第二个分镜的瞳孔底色被抹去，并且和此战中其他关于眼神的描绘有明显差别。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苏诺在这里已经受到了无量空处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完全无法行动的苏诺是怎么召唤出魔须罗的呢？在魔须罗出现的前一个分镜，给了法阵一个特写，并且配上了不留真言，这也让大家更容易认为此时的苏诺并没有被无量空处影响，是由他来咏唱不留真言的。但这里和229话苏诺上一次召唤魔须罗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219话中的不留真言，独眼猫是给了对话气泡框的，而本话中的这个分镜则更多出现在内心独白的场景。这也侧面说明了此时的苏诺很可能还处于无量空处的宕机状态中。回顾他和万的那场战斗，我们会发现苏诺使用魔须罗的战斗方式是这样的：先召唤出法阵来适应对手的舒适，关键时刻再让魔须罗本体现身，破局的同时也能重伤对方。他和五条悟的战斗中基本也沿用了同样的战法，只不过他一直把法阵藏在某个地方，悄悄的适应无量空处而已。假如苏诺目前确实处于宕机状态的话，召唤出魔须罗的方法我只想得到2个，一是在原有基础上补充设定，让苏诺不需要结印和咏唱不留真言，只需要在心中默念即可；二是借助某个道具或者某种束缚，让魔须罗的本体在自己失去行动能力或者是濒临死亡时自行出现。你们应该知道我想到什么了，没错，就是万临终前留给苏诺的那个东西。这个伏笔在此时揭晓并发挥作用，真的再合适不过了。至于苏诺是什么时候把法阵召唤出来的，现在同样也是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他是在战前就已经完成召唤，只不过一直藏在暗影之中。除了这个猜想以外，我还在评论区看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认为魔须罗的法阵是在上一话中五条悟因为大脑过载即将昏厥的刹那召唤出来的，并且在本话的战斗中逐渐适应无量空处，最终成功破解苏诺的死局。除了这些暂未揭晓的悬念以外，独眼猫还很少见的在追梦语中给出了有用的设定信息。他提到五条悟的无量空处对于咒灵的效果会比人类要弱一些，因为咒灵和人类大脑结构并不相同。如果带上这个设定，再回头看89话，当时发生的事情就变得有趣得多。0.2 秒的无量空处让地铁站的普通人宕机了1个月，却只让真人、漏壶、账上停止了5分钟时间。那时还以为是咒力带来的抗性，没想到是术式特性导致的差别。独眼猫选择在这个时候追加设定，就让事情变得有意思了起来。毕竟这部作品的最终 BOSS 大概率还是卷索，而他手上还捏着到目前为止战力都未知的天元，以及随时可能同化出现的终极咒灵。这难道是在比赛开始前临时更新版本，强行削弱高专阵营的主 C， 好让最终决战变成团体赛吗？如果说因为大脑结构不同就会导致无量空处效果变弱的话，那么是神呢？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聊一个大家一直在问我，但是我从来不敢回答的问题：五条悟和苏诺谁会赢？斗胆猜测，在休刊之后，五条悟会迎来这一战的最大危机，惨烈程度或许不会弱于与仙儿一战。然后再下一话彻底翻盘，将剧情推向正式的最终章。先别急，喜欢苏诺的朋友，等我说完再骂。咒术回战第2季已经开播，按照目前的进度，第3集大概率能做到72话的剧情，也就是五条悟被仙儿捅穿额头的那一幕。而第3集放送的时间就是本次休刊之后的那一周。
第4集的剧情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如果漫画里的5条悟也能在同一周里上演极限翻盘的话，绝对能把咒术回战的热度带到一个十分可怕的水平。这样的展开无关战力和强弱，却能让各方利益最大化。好了，今天的脑洞就先开到这里。如果你有更多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另外，别忘了下周收看，还有关注订阅我。感谢你的观看，我是吴克光，我们下期再见。